江河水流永不停歇，流淌的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水。这是日本三大随笔之一《方丈记》的开篇词。日本三大随笔中，青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前我们介绍过故事了，吉田兼好的《土壤草》以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然而三大随笔一定要选一个第一的话，我想鸭长明的《方丈记》才是最多读者会选择的。虽然这些文学内容的播放量和我制作这类视频的付出相比都有点划不来，不过今天我们还是来聊聊这本一直想要介绍的《方丈记》吧。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订阅哟。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上面那句开篇词，一些观众可能也知道《方丈记》也是吴长官的巨著之一，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读过整本书的。其实《方丈记》是一本描绘灾难的书，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鸭长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方丈记》是写鸭长明从23岁到31岁的短短9年之间经历了5次灾难，并非是仅对他个人的那种人身灾难，而是火灾、台风、地震、饥荒这种真正意义上避无可避的大灾大难。而他9年就经历了5次，真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让他写成了这本传世名著吧。鸭长明所在的时代是元平战争的高潮期，也就是平安时代向镰仓时代过渡的时候。方丈记成书的1212年，大概是镰仓幕府建立20-30年之后。当时鸭长明已经58岁了，早已大大超过了平均寿命。他写这本书时，就是在回忆人生中最激荡的那几年。看过通史视频的观众应该还记得，那时平家进入鼎盛又彻底败亡，贵族和院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能够被历史记录的大型天灾，有时会1年发生数次，战争规模很大，但是对平民来说却又没有什么明确的战争理由。总之就是日本历史的地狱难度时期之一。鸭长明23岁时遭遇了安源大火，这是一个冬季夜晚发生在平安京的大火灾。当时从城市的东南方向起火，而后向西北蔓延，大半个平安京都被火势影响。不仅是大学寮这些外城区域，连朱雀门、民部省、大吉殿等的内城区域也被烧毁了。最终平安京的1/3需要完全重建。鸭长明看到许多人被浓烟呛倒，或者被烈火吞噬惨死其中，即使侥幸成功从一个火场逃生，也无法摆脱眼前的绝望景象。鸭长明回想起当时人们逃生时往往身无长物，把家具和财物都留在家中，认为人类实在是愚蠢有趣，拼尽全力摆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其实城市比农村危险得多，又花光所有的积蓄，耗尽精力，在狭小空间中拥有自己的大房子，实在是为了虚荣心和炫耀财产而过了一生。3年后，鸭长明26岁，他又在平安京遭遇了自城风灾，随之而来的便是幅员迁都。自城风灾发生在自成4年4月，在平安京的中玉门京畿一带突发龙卷风，而后风势扩大，从东向西席卷了整个京城。龙卷风路径上所有的建筑都被彻底摧毁。2个月之后，平家因为担心打不过源氏，突然宣布迁都神户，史称幅员迁都。这一决定非常仓促，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有效讨论，但是朝中没有人敢反对，既是大贵族又是武家栋梁的平家，而且很多大员也不想留在平安京收拾烂摊子了。短时间之内，一大批京城权贵从平安京搬走，曾经的豪宅很快荒废凋敝。而后迁都本身又成了一场闹剧，因为当时的朝廷根本没有建造哪怕是最小限度的都城的经济能力，许多百姓在权贵的来回折腾中失去了立身能力，人生被毁。回顾这一切时，鸭长明感叹地写道，那场龙卷风其实是神明在警告，人心已经如风般浮躁，将要引发祸乱，在财力匮乏时却要营建新都，愚蠢至极。贵族们早已忘记古时以仁爱之心治国家、正民风、爱百姓的约定，人心的荒芜就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一切，毁灭一切。又1年后，27岁的鸭长明遭遇了养河大饥荒。自1180年起，日本不同地区连续出现了旱灾、暴雨、洪水以及强台风。这时却是元平战争的一个高峰期，许多以元平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都写下了这2年饥馑连片、饿殍遍野、人相食。朝廷举行的各种祈祷仪式当然都是无济于事。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弱点和做人的底线也大受影响。方丈记中，鸭长明写下了他最不能接受当时发生的2件事。一件是他在市场上看见有人卖的柴火上面似乎有颜色，追问之下，对方承认他们是从一些去寺庙偷佛像的人手里收的货，这些木材就是佛像。鸭长明认为他经历了人们都不怕遭天谴的时候，令人不寒而栗。
另一件事是他看到一位抱着婴儿的精疲力竭的母亲就那样慢慢没了生机，而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儿一边吮吸母亲干瘪的乳头，一边也逐渐停止了呼吸。鸭长明写道，每当想起这两件事，我总是想自己是被诅咒了才会生在这样的时代。又4年之后，31岁的鸭长明又遭遇了元历大地震。这场地震发生在元历2年，规模极其巨大。除了地震、地裂等等地震现象，还有山体崩塌、海啸高过房屋等等记录，是一次受灾人数极大的灾难。鸭长明写道，海面上的船像玩具一样被波涛打来打去，大地裂开的声音犹如雷鸣。当时我想，世界上最恐怖的灾难一定是地震，许多人也这样说。但是地震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大家就只剩下为幸存下来的自己感到幸运了。不过几年之后，人们就已经将那场地震视为是过去很久远的事情了。明明该是劫后重生的人们，又继续被本能和世俗欲望牵引着消耗自己的人生了。怎么样呢？虽然9年遇上5次重大变故，确实也是相当倒霉了，但是当时住在平安京的可不止他一个，只是他的家族实力庞大而已。普通人和穷人可能就不会5次都经历齐全了。当然也不止当时，日本确实就是这种多自然灾害而且喜欢宏观环境急转的国家，只是最近这小100年，东京在这方面还好，所以大家有点忘记了。鸭长明总结自己的人生有3苦，第一苦是朝廷竞争之苦。他原本是下鸭神社的继承人，在名门中也算是地位比较高的那种。在鸭长明18岁时，他30几岁的父亲突然去世，而后鸭长明能力不济，被亲戚夺走了神社继承权，这是让他几乎轻生的一次打击。随之而来的就是鸭长明总结自己人生的第2苦，亲戚关系。在失去继承权之后，鸭长明和现在被坑进黑企的年轻员工差不多，开始疏远神社事务，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音乐和歌。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亲戚们的强烈不满。作为大型神社家族，族人们并不打算放弃利用他的能力和基础。长明感到不堪忍受，最终在30岁左右时选择分家。他在下鸭神社的祖屋附近建造了一座仅有他原来居住的家族祖宅1/10左右的小宅邸，独自生活。按年轻人遇上黑企搞冷离职，老板当然还能接受，反正也有的小赚。现在你想找新工作了，那可不行。于是鸭长明在接下来的10几年一直都遭到亲戚们骚扰。鸭长明自我总结的最后一苦是事业受挫。他琢磨了和歌和音乐20几年，终于在47岁时遇上了转机。后鸟羽上皇看到他的和歌，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任命他编纂次传和歌集。这项工作一听就知道可以青史留名，以后地位会很高，并且后鸟羽上皇是当时日本真正的掌权者。鸭长明认为自己的人生又有转机了，于是认真投入该项工作，最终圆满完成。后鸟羽上皇也对编纂的成果很满意，当即派人告诉鸭长明，你这次非常出色，我要奖赏你。听说你曾经是下鸭神社的继承人，那么我将正式任命你为下鸭神社社神官。得知之后，鸭长明喜出望外，认为自己的人生只是被神明开了个玩笑，最终还是要回到既定轨道，继承父亲的衣钵。然后几天之后，又传来了后鸟羽上皇的道歉信，说因为下鸭神社的主要神官们坚决反对，认为鸭长明曾经沉迷于音乐和歌，甚至疏远于侍奉神明的工作。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被提拔到如此高位的实际工作能力，所以上皇也没有办法强行任命。于是鸭长明自嘲道，不愧是我呀，真的是一点运气都没有。最终他放弃了所有的事业和人际关系，选择归隐出家，在比瑞山深处建立了方丈庵，是一个大约只有3米长、3米宽、3米高的小房子。他写道，在这个充满了困难的世界里，我烦恼了30多年，深刻感受到了自己的不幸，所以在50岁时我选择了出家。那么方丈记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听完这些大概内容，可能观众不能理解有什么意义，这也正常，因为总结时说成了故事，而方丈记本身是一部随笔著作，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在故事中就包含了很大的信息量。其实方丈记的最大价值就是鸭长明在遭遇各种不幸之后的人生感悟。鸭长明最后选择出家归隐，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对他来说，方丈庵的生活却是充满了惊喜和发现的快乐时光。方丈记中写道，捡柴火和采集山药需要活动身体，这意外的对健康很好，而自己亲手获取的东西会更加的珍惜，也会觉得更加美味。若不想念佛，就随意休息，因为没有人会在意，非常的自在。
在很多朴素自在的生活记录之后，有一天他写道：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心态，心态一转，世界就会不同。若内心安宁，再多的宝物也毫无意义；若内心不满足，再大的豪宅也没有价值。我现在住在这小小的安中，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现在我偶尔回到都城时，也会觉得自己落魄了，看到自己的衣服和草鞋，想到自己简陋的山居生活，也会有面子上的心虚。但只要回到这里，就觉得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不羡慕别人，不追求虚荣，即便居所简陋，穿着破烂，内心却感到生活充满了情趣。房子不大又何妨，关键是心态。后面他又写道：我这些话绝非是强行挽尊，看看鸟和鱼吧。鸟喜欢在森林里生活，鱼喜欢在水中游动。你要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样的环境，恐怕只有鸟和鱼自己才知道，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生活中的妙处。是的，作为最早的无常观大师之一，其实鸭长明一生都在纠结，始终无法摆脱追求地位的世俗环境，因此他的很多随笔看起来都像是在为自己辩驳，比如只需要调整心态，世界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如今的我不需要金钱、朋友或者奢华的生活，我只要平安无事的生活下去，这就足够了。大部分人恐怕难以理解吧。甚至在他临终前的随笔中还有这样的句子：现在我的生命之旅已经走到尽头，离前往冥界的日子也不远了。在这仅剩的时光里，我为何还要试图为自己辩解呢？佛陀教导我们不要对任何事物执着，然而我对这座小屋的热爱，以及对质朴生活的偏爱，或许也在违背佛陀的教诲，因为我太过执着。我已出家却这样执着，不知道是否会让我不能往生极乐呢？还有这样一段，我反复思索问自己：你出家归隐山中，不是为了亲近内心修行佛道吗？然而如今你看似虔诚庄严，内心却被烦恼浸染。鸭长明啊，这究竟是因为你前世的业报，还是因为你的心仍被迷惑？我的内心努力想要辩解，但却无言以对，只能低声念了几遍南无阿弥陀佛。鸭长明他看似有离开体制的自由，却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能摆脱体制对于离开体制者的负面影响。用现代的权力观来看，其实他并没有离开体制的自由。那么你是否又有离开你所在公司的自由呢？这就是方丈记：天灾人祸无常，群体与居所无常，人心也是无常。江河水流永不停歇，流淌的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水。停滞的水泡时而消失，时而聚合，却从未停留太久。这世间人事也如这般无常。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